八重神子卡池开启的日是22年2月16日，原神 PC 端率先公示的时间是20年9月15日，其中的时间差是520，就是为了在这个浪漫的日子和我们相遇啊！神子大人，我的神子大人，他是爱我的，请他不从卡池里出来啊！呜。爱游戏爱生活，原神冷知欢乐多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新星魂啊，是一名刚上班穿里面硬核肥宅。感谢一下小文的大航海和充电赞助支持。这肯定要给兼具美貌与智慧的八重神子大人来个冷知识专场。感谢青岛的愚者和米游社爱丁塔提供的细节考据，参考资料取材都会列在视频结尾，并且个人考据不代表官方说法，如果有错误也欢迎指出并谅解。那么以弹幕多起来，让我们直接开始。八重的小知识：八重神子的名字中，神子其实有巫女的意识，所以神子也可能只是对八重的一个身份称谓，就像雷电将军一样。注意我说的是可能，也不排除的确真就叫八重神子，只是给你们提一嘴，神子有这么个解释。八重角色 PV 里看那本书其实就是真实泰林笔记，和游戏里的封面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。同样是兽耳娘，八重神子在跳跃的时候，耳朵的晃动幅度比沙腾要小。话说沙腾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物种是什么，会不会就是狐狸种？这耳朵和八重神子还是挺像的。神子的攻击，神子普攻时会动的是玉璧，这可不是土豆的那个玉璧啊。玉璧是日本神道教礼仪中献给神的纸条，因为在日本中纸和神的发音相同，均为卡米，加上纸的洁白无瑕，被视为凝聚了神灵的力量，主要用来祈祷和清理污秽。比如待机动作的这个或许色色，神子普攻是用玉璧召唤狐狸。重击是直接驱役狐狸。元素战绩和元素爆发的时候都不会有武器出现，针头细碎。你只能在重击和攻击完之后能看到武器，和杜明亚老师配的那个角色宁光有点相似。不过宁光是元素战绩和元素爆发才会出现武器，而且出现武器之后也会一直挂在身后当摆设。神子这里就直接表演一个消失啊，这合理吗？啊，这不合理呀！我觉啊。有人说神子重击的时候降下雷是北斗7星，其实这只有6刀。在重击结束时，右手比的这个手势是灯影中的狐狸手影。神子放杀声音的时候会露出1条尾巴，使用大招的时候是5条。八重的服饰，神子的服饰就是半传统又不传统的巫女服，整体能看出一点感觉。巫女服一般由内衣基如畔、白衣，下面裙子的飞裤以及外套千爪几个部分组成。看到期的其他巫女就能看得挺明显，衣服上这些虚线是袖廓，出自日本古代的寿衣，是狩猎的兽医，不是那个兽医啊。神子身上只能看出部分巫女服的元素，以及整体服饰上的许多樱花元素，比如面上的樱花与桂扇纹一样。头饰可能参考了游戏王新部的神子头饰设计，两个耳最终右耳是神之眼。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尝试把神剑挂耳朵上，我觉得这一步是咱人类耳朵能承受的重量。八重的专武，神子专武神乐之争议外形是神乐铃，是用于神乐舞的表演道具。现实中神乐铃铛有3层铃铛，铃铛数量一般是15个，3层分别是3、5、7个，游戏中简化为2层共7个。神乐舞是讨好神明的表演，在日本传说中，须佐之男3番5次的调皮捣乱，气得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直接自闭了，躲进了天岩户里面不出来。这也没了天照大神的太阳地上内角一个暗无天日。当时的巫女天殿女命为了吸引生气的天照大神，赤裸的上身跳舞，看得众神非常高兴，一时间热闹非凡。天照大神就寻思的，我搁这生气了，你们在外面 happy， 于是好奇打开门偷看，然后就被敦门和天神拉了出来，最后也消了气，让世界恢复了光明。天殿女命用跳舞请出天照大神的行为就是最早的神乐，她当时所穿的衣服发展成了后来的巫女服，她跳的舞则发展为了神乐舞，也因此很多人认为天殿女命是巫女的起源。到期主线中，雷神自闭躲在一星净土，也是身为巫女的神子将她拉了出来，或许也是参考了这段日本神话，只是没有神子光着板子跳神乐舞，我不是很认可啊。是啊，我就换成爷爷行啊。八重的杀声音，杀声音会自动锁敌，但是也会往奇怪的地方锁敌，比如打猫猫狗狗啊，原神老动物杀手啊，还会瞄准锅子、火炬之类的，还有御神清的箱子，以及其他可能可以交互的物件。杀声音媒介的样子都不一样，越高阶越华丽，而且用杀声音打漂浮灵不会让奇迹打怒气，就很美滋滋。命之作的解析：一命野狐共真篇，出自典故《野狐说禅》，说的是一个因为错误理解佛法而被惩罚沦为野狐狸的老者，轮回500世之后，最终受到高僧点拨，洞悉菩提真谛，涅槃而去。二命万月吼会生，算是一个民俗传说。传说每到月圆之夜，狐狸会冲着月亮的方向朝拜，以吸取月华。天长日久，可成狐仙。事实上，狐狸确实有这种习惯，就像狼喜欢对着月亮嚎叫一样。三命七段妙变化，出
出自日本民俗。日本人认为狐狸和梨子都是善于变化作用的妖怪，所以有狐七变、梨八变的说法。四命飞印雷章出自道七民俗，道七人认为神罂粟象征了雷神对于道七全境的庇护。五命报恶吃笑面，指八重神子在释放大招时露出的表情。虽然平日里总是笑盈盈的，但狐狸可是很凶猛的呢。恶报吃笑之冥相正是神子的称号。千面神子无论展示出什么，不变的是心中的悲悯。我信了。六命大杀生咒镜，字面意思绝对暴力的输出，很符合效果，60%防御力无视啊，这谁顶得住啊？雷电将军的生日是6月26日，八重神子生日是6月27日，两人的生日就紧挨着啊，可以连着2天庆祝了，好耶！天赋故事，其中天赋野狐说禅在秘制咒里面已经说过了，就不提了。天赋狐灵石坠饰和野干一咒杀生鹰这两放一起说一下。野干是一种传说生物，传说中是一种像狐狸但比狐狸小的动物。日本人认为野干就是善过人类生的狐狸，是害人的。参考该说法，游戏中设定为害人的低级狐灵，共身为天狐的八重神子差遣虚意，用于赎罪，所以八重的普攻和杀生鹰都能看到小狐狸。杀生鹰一词也在暗示这一点。传说著名妖狐玉藻前死后就化作了一块石头，不断毒害周围的动物，被人称为杀生石。杀生鹰应该得名于此。神子待机动作有个小团雀飞过来，就是被小狐灵给吃了。七七震怒啊！为什么雷电将军和神子都有小团雀，就七七没有？天赋大秘法天狐显真，结合大招语音真瞳显现，以及大招动画中闪亮的瞳孔，应该取材自道和神神使天狐的神通千里眼，有着看透各种事物的能力啊！一路看出某个金头发倒霉蛋肯定愿意来打工干苦力呀。天赋神离之玉音，神离指的就是神罂粟，玉音在这里其实可以理解为神罂粟的荫蔽与庇佑，毕竟是来自狐一妹的 buff 加成。天赋喜折注释池，喜折就是惊蛰，惊蛰就是地道春雷。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一年里雷电回到世界上的日子。民间画家描绘的24节气神像中，惊蛰这一节气通常画的是手拿爪与锤的雷神，所以惊蛰之助词可以理解为雷神的助词。八重油豆腐，神子喜欢吃油豆腐，还和一斗比过吃带有油豆腐的狐狸拉面。更离谱的是，一斗顶着鬼出去发豆子的底 buff 赢了神子。一斗和神子比赛吃面的地方就在道基城的信雄小吃摊。很巧的是，隔壁崩坏也有个叫飞玉丸的家伙也喜欢吃油豆腐。大姐你回来啦！狐狸喜欢吃油豆腐有几个说法，一是说出自日本民俗传说，日本神话中有个稻荷神主管粮食丰收，人们给稻荷神献祭的贡品中就有油豆腐。那这跟狐狸有什么关系啊？狐狸被认为是稻荷神的使者，稻荷神的别名玉传精神米 K 之诺卡米，而狐狸的古名为 K 子，所以米 K 之诺卡米又被谐音解释为三狐狸神。狐狸就这样莫名和稻荷神扯上了关系。不过也有说法是说，狐狸也会捉老鼠之类的农害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保护了粮食的丰收。当然了，现在狐狸叫 Kitsune， 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油豆腐也叫 Kitsune 或者阿布拉给。日本民间会作为稻荷寿司用于供奉稻荷神，而这稻荷寿司里面就会用到油豆腐，油豆腐加稻荷以及狐狸使得强关联，反正莫名给狐狸扣上了喜欢吃油豆腐的帽子。另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油豆腐和狐狸的毛色相似，所以产生了强关联性，但这些个具体入处都不太可考，反正这个固有印象已经传承了下来。狐狸就是稻荷神的使者，就是喜欢吃油豆腐，但其实狐狸是食肉动物，现实中应该不太会吃油豆腐吧？这咱也不太了解，咱也没养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神子的特色食物福内乌冬，日本民间有个非常有名的面是狐狸乌冬 Kitsune 乌冬，里面就是加的油豆腐。因为前面也说了，油豆腐和狐狸的叫法一样，这狐狸乌冬和神子做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尤其是在油豆腐上还画着小狐狸，一语双关，应该就是捏塔了这个，然后玩点谐音梗，把狐狸换成福内。这福内也有这意思啊，福内拿中国来说就是来福。在日本一些节日里会有撒豆子驱鬼的习俗，他们会一边撒豆子一边喊鬼外福内，也就是鬼出去福进来，有着驱邪招福的寓意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什么正片内容了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麻烦动动手指让我看到吧。八重神子身上有着许多关于日本神道文化的细节，相较于之前几期璃月角色的专题而言，查找资料以及理解的难度是更上一层楼，尤其涉及到日本各种典故和民俗传说，甚至日语梗，真的是看得我焦头烂额。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键3连并关注这个很细的 UP， 带你长奇怪知识，一起快乐元神。最后感谢你陪伴时间，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。